美女的审美简直让人难以相信，宛如女神般的她，却对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一见钟情。她轻推房门，示意那乞丐进入，接着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做我男朋友吧。”这番话直接把乞丐说懵了。这位颜值爆表的姑娘似乎有点不着调。再说了，自己不是见一个爱一个的人。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决定走人。走出门却碰上检票员在那查票，没钱的她自然也没票，没办法，只得又回到女人的房间。女人看到她回来了，又一次邀请她成为她的男友。紧接着，检票员也跟了进来。乞丐在无奈中接受了女人的提议。检票员一走，他那迷人的笑容绽放了出来。紧接着，他提出了一个小要求：既然答应了成为他的男友，他希望他能帮个忙，帮他拍下心爱偶像的照片。偶像恰好也在这趟列车上。男人没有一口回绝，但他提了个条件，需要他也帮他找人。女人思索片刻同意了。他递给乞丐一台相机，只见他操作相机得心应手，轻轻一按就是美照一张。看样子他不是普通人。男人走过门口，打量着外头，那儿站着2个身材魁梧的保镖，想要正面拍照显然行不通。于是他在餐车包厢找了个座位，静静地观察着挂钟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女人看他迟迟不动，走过来催他，急切地问：“你的偶像每半小时都会打开一次窗，每次5分钟的时间，只有那5分钟才能拍到他。”他一饮而尽一杯烈酒，然后迅速行动起来。他带上应急绳索，撬开了车门。寒风迎面来，他艰难地爬到了火车顶部，差点就在隧道口没命了。乞丐突如其来的躲闪引起了保镖的警觉，他透过窗户瞥见了乞丐的身影，他看傻了眼，这个男人这么疯狂。偶像这时正沉浸在派对的狂欢，服务生推开了窗户，正好给乞丐提供了拍摄的角度。他手里的相机快门连连作响，抓拍到了偶像的每一个精彩瞬间。保镖迅速爬上了车顶，给偶像打了个电话。偶像脸色突变严肃起来，他向窗户望去，发现了乞丐，随手拉下了窗帘，吩咐保镖不惜一切代价要回那些照片。保镖挂断电话，目标明确，冲向乞丐，试图夺回相机。火车车顶上2人扭打一团，经过激烈的缠斗，乞丐摆脱了控制，他夺回相机想要逃离，另一个保镖突然出现绊倒了他，乞丐差点跌落危急时刻，保镖及时抓住了他。就在他即将坠落时，保镖及时把他拉了回来，但乞丐似乎已对生死看淡，他解开缠在身上的围巾，毅然跳入了深邃的大海。女人目睹这一幕震惊万分，她的眼神充满了惊诧和不可置信。她冷静下来，拿起电话，但她打的电话并非报警。她的身份，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在韩国当个娱乐记者能赚多少钱？一张照片价值连城。这个男人曾经就是那样一个记者，现在却沦为街头乞丐。一桩7年前的新闻毁了他的一切。他叫硕珠，他的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面对高昂的医疗费，他选择了一条绝路。在医院里，院长老金正好色地盯着明星的照片，楼下一双美腿正在走向他的办公室，她正是照片中的女明星小丽。为了保持年轻的容颜，她定期来找老金打不老针。此刻，硕珠在楼上的相机已经准备就绪，但她感觉画面还不够清晰，她就顺着通风管道爬到了诊室的上方。随着硕珠耐心的守候，她的拍摄对象终于开始行动了。老金一针注射下去，小丽逐渐失去了意识。老金的脸上浮现出狡猾的笑容，下面发生的事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而硕珠则记录下了这些关键时刻。社长在办公室里看着照片非常满意，他对硕珠的技术赞不绝口，想要尽快把这个新闻爆出去。但是同事金直却觉得这样不太好，现在曝光的话，非法注射的证据可能会被老金毁掉，这明显是操之过急了。老金的客户群不只限于明星那么简单，还包括社会各界的重量级人物，只要能收集到充分的证据，这则新闻的爆炸力将无人能及。社长听后采纳了金直的建议，决定先不急于公布新闻。硕珠去医院探望女儿，他妻子一见面就告诉他，老金主动提出要救治他们女儿。硕珠当场就愣住了，老金怎么会知道他的计划呢？正在这时，电话响了，电话另一头的老金提出了一个交易，交换条件是用那些照片来换取女儿的治疗。夹在亲情和正义之间，硕珠还是选择了正义，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老金。他不听妻子的劝阻，催促社长赶紧发布那些照片。他的目的看似已经实现了，随着新闻的公开，他终于得到了主管的位置。但事情接下来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。小丽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，她声称自己和老金是情侣，当事人亲自出面的叙述，让硕珠变成了非法入侵和偷拍的罪人。他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法律诉讼，看着形势逆转，上司选择了袖手旁观，同事们更是落井下石。家里的妻子也开始埋怨他，原本有机会救治女儿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妻子最终还是离开了他，硕珠的人生就这样天翻地覆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。这背后其实有人在操控，正是那个在火车上遇见的女人。长时间盯梢老金也没啥成果，结果被隔壁那个叫硕珠的抢了风头。他虽然心有不平，却也只能接受。老金在电视上一瞥见秀贤，就打了个电话约他见面，骗他说有个女星的猛料。秀贤不愿错过这大新闻，就去了一家酒店赴约。刚见面，老金就递给他一份名单，名单上都是他的大客户，让秀贤拿着名单去找那女明星，照个记者会把他们说成情侣。秀贤明白，上面的每个人对于女明星而言，都是得罪不起的存在。要是医生进了局子，违规打针的这帮人肯定得跟着倒霉，明星的前途也肯定毁了。秀贤本不想帮这种黑心医生，正想拒绝呢，老金拿10年广告合同来诱惑他，还说让他当报社主编。秀贤这个小职员
对这种机会自然是心动，犹豫了一番后还是答应了。第二天，秀贤带着女星一起出席记者会，女星大声宣称她和老金是真爱，反过来指责硕珠，说她非法闯入拍照，还要为老金讨个说法。现场顿时哗然，硕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公司里的人也是议论纷纷。就在这时，更糟的消息传来了，新闻上说老金因为受辱选择自尽，警察很快来了，把导致人死的罪名摁在硕珠头上。硕珠最终还是被关进了监狱，判了7年。只有秀贤知道真相，他顺利的坐上了主编的位置，从此事业一帆风顺。在这同一天，硕珠走到了人生的谷底，而秀贤却是踏着他攀上了高峰。出狱的硕珠妻儿不知所踪，他流落街头无家可归，城管时不时就来赶人。为了躲避他们，他一路逃到了火车站。正当他即将被捕时，一个女人示意他快上车，而这个女人正是秀贤。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乞丐就是昔日的风云记者硕珠。秀贤并不是出于好心，他要硕珠帮他拍一张顶流明星的赌博照片。他幸运地掉落到大海，被附近的渔民救起，送到了医院。医院里的医生在硕珠身上找到了秀贤的名片，于是他打了个电话给秀贤的办公室，希望他能帮忙解决硕珠的医疗费。但秘书翻遍了名单，硕珠的名字却无影无踪。恰好有位明星经纪人来找秀贤，他听到了硕珠的名字，便偷偷记下了医院的地址，接着找借口让秘书离开，趁机把通讯记录本藏了起来。硕珠醒来发现自己在医院，得知医生已经联系了秀贤的报社，但至今无人问津。他感到情况不妙，透过窗户，他看到几个黑衣人来到了医院，带头的就是那个在火车上跟他抢相机的大壮。他急忙抓起相机逃之夭夭。秀贤回到了报社，见到那位男性的经纪人也在这儿，他进来要求火车上拍到的照片。秀贤心里一惊，他怎么会知道他的行踪？立刻判断肯定是有内鬼。他悄无声息地给手下徐组长发了条消息，只是他去找女秘书了解内情。女秘书向徐组长坦白说医院有人打电话来认领秀贤，而自己的通话记录本也不翼而飞。徐组长顿时察觉到不对劲，立即打电话给医院，追问硕珠身上是否还有相机。既然有人先一步找到硕珠了，徐组长立马报告给秀贤。经纪人一打听硕珠被人找到了，开始讽刺秀贤。秀贤气得不轻，下令徐组长赶紧报警，让警察介入保护硕珠安全。就算俩败俱伤，他也不会屈服于经纪人的威胁。硕珠那边已经累垮了，警察收到报警也急忙赶到医院。为了防止照片落入警方手中，硕珠跟那些黑衣人达成了协议，把相机卖给了他们。他终于安全回到病房，警察不久也到了，发现硕珠没事就撤了。大壮带着相机回去，但他们发现内存卡不见了，对硕珠搜了又搜，最后才让他走。硕珠出来后，直奔便利店买了瓶二锅头，拿着酒直奔秀贤的报社。他走进办公室喝了口酒，然后拿起剪刀。接下来的举动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，他简直是个铁汉，居然把内存卡缝在大腿里了。他用剪刀把伤口剪开，硬是把内存卡给拽出来了，然后交给了秀贤。当场的人都吓得不敢看。秀贤装作若无其事接过内存卡，吩咐徐组长找出硕珠家人的地址，还给了硕珠一大笔钱，还提出想再次合作。硕珠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，他只想去见妻儿。他剪掉了那头凌乱的发，换上整洁的西装，又变回了以前帅气的样子。但他一到医院，却看到有个男人陪在女儿身边，知道妻子已经有了新的家庭，看着女儿去教堂祈祷。硕珠默默跟了过去，因为母亲一直告诉女儿，她的爸爸去了天堂。硕珠现在不能突然出现，怕女儿的小心脏受不了。硕珠被亲生女儿喊成叔叔，心里充满了酸楚。忽然间，女儿的心脏病又犯了，他立马抱起女儿求医去了，还好危险没发生，女儿的情况总算是稳住了。妻子在感谢护士的时候，听说有个男人把女儿送回了医院，他急忙出去找到了硕珠。心碎的硕珠站在江边，想要结束这段苦难。秀贤出现了，挡在他前面，又提出要合作，保证为他女儿找到合适的心脏，还答应给他一大笔钱。硕珠立刻放弃了那个念头，为了女儿，他决定牺牲自己的良知。他们接下来会碰上什么故事？从未见过如此拍摄技巧。他扔出了个 U 盘，精准地砸中天窗下男人的头，然后抛出相机，相机慢慢划过天际，一阵咔咔咔拍下了照片。这一番操作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徐组长立刻导出了相机的照片，看到硕珠拍得准确无误，捕捉到了导演不轨的证据。秀贤也露出满意的微笑。自从二人开始合作，硕珠就如同无所不在的灵魂，拍到了不少大亨明星的私密照。秀贤对他的信任也越来越深。这一天，秀贤接到了小西的告密，他说有人逼他跟检察官南哥有不正当关系。徐组长查出背后是亚龙公司的金顺操纵的，他公司下有几个酒吧，都暗地里做着面粉交易。硕珠和助手在金顺的会所外等候，看见两个男人走了出来，正是南哥和金顺。紧接着，会所里又出来了一个女人，她冲到车前，拼命敲打着车窗，一边敲一边喊着要见硕珠，还说会帮他们进会所拍照取证。硕珠确认她是小西之后，就跟着她进了会所。她走进一个房间，眼前的是一堆玩具，这让硕珠震惊不已。助手瞅见南哥和金顺又往会所里走，他火急火燎地给硕珠打电话，让他快下来。小西想帮硕珠争取点时间，他提出来再喝一杯才上楼。南哥领着小西回了房间，硕珠已经把摄像头藏在天花板里了，他成功的从阳台逃了出去。这时候秀贤电话打了过来，他听说任务搞定了。硕珠叮嘱他别再安排这种活给他了，他刚目睹小西被欺负，心里那个难受啊。5分钟后，南哥和金顺走了，
硕珠火速回到会所，看到小西满身是伤，心里那个难受啊。他回房间把摄像头拿回来，小西身体虚弱的求他求硕珠报道一定要真实。在回去的路上，硕珠回想起小西离开时那忧郁的眼神，心里突然觉得有哪里不对。他和助手又冲回会所，他们发现小西在浴缸里割腕，他们立刻开始急救。助手怕事儿大劝硕珠快走，但硕珠不能不管，他把小西送往了医院。秀贤听说了也急忙过来，经过医生的努力，小西终于安全了。看着这一幕，秀贤也不再坚强，情绪崩溃，他抱着硕珠哭得歇斯底里。他想起自己刚做记者时的那场景，有个女孩被养父强奸了，还怀了孕，孩子被养父家族夺走了，他想让秀贤帮忙夺回孩子，谁知道一进门就被养父亲戚群殴，秀贤也被推倒在地上晕了过去。等他醒来，那女孩已经被打死了，女孩被送进了太平间。秀贤感到非常内疚和自责，他觉得是因为自己没能力，那女孩才会遭这种横祸。看着眼前的小西，他发誓绝不能让悲剧重演。他决定要揭发检察官和经纪公司的罪恶，于是他把小西带到了自己家里，整宿他都在接受提问。小西毫无保留地诉说，把一切不公平全道了出来。但事情并没像他想的那样发展，在官场压力和金钱诱惑下，赵社长这位大头目阻挠了报道，还有南哥那威胁的电话也来了，拿小西的命来逼他，让秀贤别再深挖这事。秀贤想得周全，叫小西先回家躲躲，他对他们的救命之恩心存感激，然后不舍得走了。阿金保镖盯着那车牌，感觉哪里不对头，车上居然是金顺的手下。小西刚坐上去就被后座的金顺堵嘴。秀贤一回家，南哥的电话就来了，他说小西已经落在他手上，如果新闻一播出，小西就得被埋了。秀贤被吓得浑身直哆嗦，如果小西出了事，他又得背上罪名。就在这时候，电视上爆出了金顺公司的丑闻，他们逼艺人给检察官送信贿赂，这让秀贤震惊，他自己根本没报这新闻。小西被带到了个荒地，准备活埋他。正当我以为小西没戏了，一只大号的脚把金顺踹坑里去了。阿金保镖来了，感觉不对就跟过来了，把剩下的2个也解决了，小西得救了。阿金立马打电话告诉秀贤，秀贤这才安心。秀贤赶紧回公司一问，原来赵社长自己报的新闻，他明明一直阻挠，现在却抢先一步。秀贤觉得这事儿有蹊跷，本以为可以告一段落。南哥想报复秀贤，找到了自己的高层朋友，求他出手对付秀贤他们。面对这位大检察官，秀贤和硕珠又将如何面对？在韩国有一档火爆全民的综艺节目，名叫《奔跑吧姐妹》。那天导演安俊突然说要换东家，因为有小道消息说他和某女星暧昧，这种八卦秀贤怎么能错过？他让李组长去搞定拍摄，弄到实锤了再去敲诈一番。安俊那会儿正和同事吃饭呢，记者装成服务员混进去，用装摄像头的冰桶对准安俊，甚至连钟表都是摄像装置，完全就是一场主角浑然不知的直播。这时候，一个男的大摇大摆闯进来，声嘶力竭喊着要找安俊算老账，是特技演员方哲参加安俊的另一个真人秀，不幸从高处掉下去没了。家属虽然拿了钱不追责了，可是方哲的师傅大壮失业了，手下特技演员也都跑光了，他把所有倒霉事都怪在安俊头上。保安二话不说把大壮给撵了，安俊被吓得赶紧逃回家。李组长的周密计划就此砸了。而在对面楼顶，有摄像头记录下了这一幕，正是检察官的人搞的鬼。南哥进去了，他老板车部长也要摊上事，快被撤职了。他心里那个恨啊，决心用秀贤的非法偷拍拿他开刀。第二天，徐组长把昨晚的情况告诉了秀贤，然后指派张组长和硕珠继续盯着安俊。安俊喝完酒，非得自己开车，正好被张组长他们盯上了，就在安俊的小区地库等着他。助手在小区门口下车了，跟助手道别后，安俊就进地库了。可就在那一瞬间，一个男的突然窜到车前，安俊踩不住刹车，人被撞飞出去。安俊吓得不知所措，助手听见声音立马跑来，一看居然是那个大壮。安俊要是被警察查了酒驾，他的事业就彻底完了。助理坐上驾驶位，主动替安俊背下黑锅。硕珠和其他人也是目瞪口呆，本来只想偷拍安俊和女性的亲密照，结果没想到碰上这档子事。第二天，秀贤拿着那些照片找到安俊，打算用照片来勒索他，但硕珠感觉这事儿太巧了，回头仔细翻了翻现场的照片，果不其然发现了蹊跷，现场的监控被动过，手脚角度全变了，还看到检察官的手下也在那儿，这根本就是一出事先排好的戏。硕珠马上跑去告诉秀贤，在路上给他打电话，手机却给摔坏了。秀贤很快到了见面的地方，他哪知道车部长正躲在暗处监视着，只要抓拍到他和安俊交易的照片，就能把秀贤给逮个正着。秀贤正要进去，硕珠及时赶到拦住了他，直说这里面有圈套，让秀贤别进去。可秀贤还是要进去，让保镖阿金挡着硕珠。秀贤走进咖啡馆，四处一看，果然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，他镇定自若地找了个坐下。安俊不久也来了，问他为啥要见他。秀贤拿出车库车祸的照片，安俊顿时心慌，以为秀贤来是为了敲诈。秀贤却说他是他的粉丝，知道他正在找工作，想给他推荐一家工资待遇好的公司，然后递给他一张名片。这下车部长懵了，以为秀贤会拿照片要挟，没想到是来帮安俊找下家。无奈车部长只得命令撤退。秀贤让他好好考虑一下，看了一眼检察院的人，嘲讽地笑了笑，直接走出了咖啡厅。看着秀贤安然无恙的出来，硕珠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安俊照着秀贤的推荐跟那家公司签了约，公司股票听到这消息后直接涨停了，估计明天股价还得继续涨。公司老板亲自来电表达感激，
赵社长早就下了一手好棋，悄悄买进股份，这下可赚了一大笔。赵社长向秀贤透露了内情，南哥的烂摊子让车部长岌岌可危，快被解职了。现在他正拼命挣扎，想抓住报社的小辫子，来个翻盘大作战。秀贤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，心里还在回放着咖啡厅的那场惊心动魄。硕珠在他心中的位置变得说不清道不明。他找到了世恩住院的地方，硕珠的前妻不在，秀贤就驾车带着硕珠直奔医院，还给他搞了一份保安的公证，穿上保安服，这样硕珠就能光明正大探望女儿了。硕珠感动得紧紧抱住了秀贤，而这一切都被偷偷拍了下来，可他们浑然不觉。硕珠一换好衣服就到了医院，看着女儿高兴地看电视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世恩记得是这位叔叔送他来医院的，感激不尽。他握着硕珠的手不放，开始给他介绍医院的各个角落。秀贤戴着耳机听着他们父女的谈话，心里为他们感到真心高兴。这时候检察官找上了秀贤，弹出他和安俊会面的证据照，请他去喝茶。如果秀贤不从，硕珠就得被带走。秀贤不忍硕珠的女儿心里留下不好的印象，因此做出了决定。硕珠一离开医院，就发现秀贤不在车里，急忙给他打电话，可他的手机已经被没收了。硕珠急忙回到报社找徐组长，徐组长断言秀贤有麻烦了，因为秀贤的手机向来不离身。徐组长马上调查秀贤手机的位置，结果发现信号全都断了。赵社长只是以医院为中心仔细搜索，还让人备好30亿的赎金，以防绑匪撕票。大家都没辙的时候，硕珠突然想起了在医院廊道碰见的那位，他怀疑那人可能是检察院的人，赶紧报告给赵社长。秀贤这会儿正在被审问，车部长决定要对他进行48小时的审查，这之后就能申请逮捕令了。一旦秀贤认罪，他和公司都要遭殃。秀贤现在左右为难，他是否能挺过这48小时？到底会不会有人来救他？赵社长到处找人帮忙救秀贤，但公司董事会居然决定放弃他，这让赵社长气得要命。他联系上了检察长老金，故意在桑拿房里堵住了车部长，逼他尽快放秀贤。可车部长在压力面前丝毫不让步，甚至把老金的丑闻拿出来压他，老金只能尴尬逃开。车部长这才说出实情，他也是被手下的南哥拖下水，现在也面临着可能失业的危机。只要赵社长能拿出老金的丑闻照片，他就同意释放秀贤，还透露了秀贤和硕珠之间的关系。原来秀贤是为了保护硕珠才牺牲自己，这消息让赵社长大吃一惊。硕珠知道赵社长放弃了秀贤，决定自己去救他。资料员老张决定跟他一起，他先是弄了假通行证，然后就顺利闯进了检察院。老张潜入了监控系统，一直在车里监控着动静。硕珠在找秀贤的房间，可被一个工作人员看见了。大厦管理员也意识到有闯入者，立马发出了警报。老张担心硕珠会出事，一脚油门就撞上了配电箱，整个大厦顿时漆黑一片。秀贤在黑暗中沉思，在想谁会冒险来救自己。这时候门边出现了一个身影，是硕珠来了。秀贤内心无比感动，硕珠这么容易就进了检察院，全是车部长设下的圈套。他们一旦踏出这个房间，硕珠也就成了共犯，这也就正了，是公司高层在指使硕珠救秀贤。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得面对坐牢的风险。秀贤看穿了车部长的诡计，坚决不跟硕珠一起逃，他让硕珠去追查车部长的手下。安俊那场车祸并不简单，都是车部长一手操控的。大壮也没死，正在医院养伤。被利用的大壮害怕被抓，所以联络了车部长的小金。小金保证警察不会知道，毕竟这事儿是悄悄进行的，让他放心好了。但他们没料到，大壮在医院碰到的警察是硕珠安排的假冒的，就是为了吓唬大壮，引得他和小金见面。硕珠把两人的谈话也拍下来了，马上发给了车部长。自信满满的车部长脸色瞬间垮了，他只好放了秀贤。但同时，赵社长也送来了检察长老金的糗事照，车部长又得意起来，这意味着他不会被免职了。秀贤终于走出了检察院，硕珠也在门外等他。看着他们两个的背影，车部长心里暗暗发誓不会就此放手。硕珠邀请秀贤去他那儿喝泡菜汤，秀贤婉转拒绝了。硕珠失落地回到了宿舍，突然门铃响了，他打开门，秀贤站在门口，他直接把硕珠推倒，两人不由自主地亲吻了起来。一夜温情过后，秀贤回到了他的私人别墅，在海边划船享受悠闲。他忍不住回想起和硕珠的时光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他刚上岸就收到硕珠的消息，看了一眼却没有回。徐组长找到海边的秀贤，拿出了秀贤入狱时告发他的名单，让他提前做好准备。但秀贤显然不这么看，他让徐组长把名单留着就好，他不打算报复任何人。徐组长感到他变了很多，猜测他是不是在恋爱中。秀贤只是笑笑没正面回答。他说他想先休息一阵，准备开始全新的篇章，还提议徐组长接替他的位置。徐组长明确表示，如果秀贤真的辞职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跟着走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赵社长登门拜访秀贤，先是关心的问候，然后开始向他解释，说自己并非真的想放弃他，甚至也向车部长发了那张照片。秀贤指出，车部长真正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一张照片而已，是报社所有的存档照片。赵社长劝他赶紧回去上班，但秀贤却提出辞职，这让赵社长非常不高兴。紧接着他提醒他，别忘了那起金医生性侵案，7年前秀贤曾将金医生的违法证据交到了赵社长手上。赵社长追问金医生的住址，秀贤拒绝透露任何信息，这让赵社长怀疑他收了好处。其实金医生曾把36年的看诊记录交给了秀贤，记录里藏着不少大人物的秘密。赵社长拿报警来威胁他，秀贤最终不得不透露金医生的住址。
结果金医生害怕承担后果，选择了自杀。秀贤现在不想再受赵社长左右，他坚决拒绝回报社工作。赵社长没办法，只能无奈离开。赵社长的话让秀贤感到内心的挣扎，他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后悔，是他让硕珠坐了7年牢，还曾为了利用他，不断联系医院推迟施恩的手术。如果这些秀贤的行为被硕珠知道，他们还能否一起开启新的生活呢？车部长拿着照片威胁检察长老金，但老金看起来并不在意。他跟车部长说，这照片只是冰山一角，检察总长也在里头，还有法务部的大头们，自己不过是个小角色。车部长这才恍然大悟，跪下来求情，表示自己誓言效忠。车部长一出门，小金就把硕珠的档案递给他，心里默默立誓要让硕珠他们玩完。各路势力纷纷动作，究竟谁能笑到最后？那个有一堆迷妹的男团马卡龙偷偷拍女孩子裙底的事还上网去炫耀，这事儿引起了周日报的注意，徐组长赶紧派人去处理。记者们伪装成工作人员和修理工，结果全被保安给识破了。硕珠他们正要下车，一群女粉丝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。徐组长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叫白发魔女的直播着，把硕珠他们的情况直播出去，还叫粉丝们撵人。硕珠看到了那个白发魔女，马上下车去追，结果在楼梯上被人给推了一把，幸亏下面有个缓冲，手臂只是折了。秀贤听说硕珠受伤了，发消息过去问候。硕珠想见他一面，秀贤却找了理由推掉。赵社长在偷看他们的聊天，露出满脸幸灾乐祸。秀贤派阿金去查是谁推的硕珠，可那正好是监控死角，根本拍不到那个人的正脸，一看就是预谋好了的。秀贤猜这是赵社长给他的警告，他害怕他跟硕珠联手，他打电话警告赵社长别碰硕珠，还说他和硕珠没关系。赵社长听了乐开了花，磨磨蹭蹭的答应了。白发魔女又开始直播，她把硕珠他们偷拍的事爆了出来，号召粉丝们保护大家的马卡龙哥哥们，要提防周日报社的狗仔队。徐组长利用大数据揪出了白发魔女是谁，赵社长那儿他已经递交了资料，随后就指派了人去逮她。这个普通女孩叫小花，她就是最近网络上火爆的白发魔女。她一看见家门口有2大汉，就装作路人走了过去，可那些打手眼疾手快，识破了她。小花一溜烟跑了。这时候手机信息也跟着跳了出来，有人在指挥她怎么跑。她周旋了一阵子，依照信息提示跑到马路边，跳上了出租车。指挥她的正是秀贤本人。秀贤帮她逃跑，这背后是啥意图呢？白发魔女的直播搞得人心惶惶，人们都去问赵社长怎么办。赵社长头疼的不行，只好叫员工先停一停。其实这些爆料都是秀贤操盘的，他收买了小花来直播，就为了把赵社长拉下水。硕珠一回到报社，看见同事们忙成一团，他从资料员老张那儿了解了个大概，得知白发魔女上传到网上的照片都是他拍的，引得赵社长开始怀疑他。但他现在没工夫管这些，打算施恩手术后就辞职。在医院里，医生正在给施恩检查，发现他体内出现了血栓，得立刻动手术。他赶紧打电话通知秀贤，还说几天后可能会脑死。秀贤让他赶紧安排手术。车部长查到了施恩，他的住院费一直是硕珠付的，这让车部长抓到了硕珠的弱点，心里那个阴谋计划已经起飞了。检察官小金来医院找闵静，问了问硕珠的事，还跟他说硕珠装作保安常来看施恩，硕珠下次来医院的时候，闵静把他逮个正着。闵静就把检察院来调查他的事说了出来，并表示不许他再来打扰施恩的生活，担心慈善机构会停止免费资助施恩的医疗费。他却不知道一直是硕珠偷偷付的钱，硕珠心里苦却说不出口。小金在一旁看着，却露出了诡异的笑。硕珠深夜找到秀贤，把车部长派人调查医院的事告诉了他。秀贤让他别担心，施恩的手术肯定能顺利完成。可他更担心的是，秀贤近来为何音信全无？他闭口不谈，只是说他们的合同已经结束了，从今天起，硕珠不必再拍照。硕珠想跟他开启新生活，秀贤却彻底拒绝了，然后叫保镖阿金把他送走。秀贤回到卧室，心情沉重，他知道自己亏欠硕珠太多，他没勇气和他一起。硕珠在路上问阿金秀贤的事，他一言不发，只是告诫硕珠要小心赵社长，虽然没明说意味深长。第二天，硕珠气冲冲地冲进赵社长办公室，斩钉截铁地说自己没泄露照片，这是关他女儿的手术，他怎会做损害报社的事？赵社长保证不会解雇他。敷衍2句后就打发他走了。走前，硕珠偷偷在办公室沙发下放了个窃听器。现在距离白发魔女直播只剩10分钟，赵社长联系了警察局长老王，让他派人抓捕小花，要不后果不堪设想。警方锁定了白发魔女的手机信号，局长老王立即下令抓人。他们迅速抵达白发魔女小花直播的场所，却只发现一部手机，这是秀贤安排的假白发魔女，用计调虎离山。小花按时开启直播，观众纷纷涌进直播间，知道警察马上上门，他决定暴露身份。他当场揭下面具，接着爆料几张明星丑闻照，他宣称是为了报复报社和警方。他还放话说下次直播要揭秘周日报社的黑历史，特别是7年前那桩金医生性侵女星彩冰的丑闻。他说他要把那事儿的真相大白于天下。这话一出，大家都震惊了。赵社长听了直嚷嚷，车部长觉得这是搞垮周日报社的大好机会。硕珠也在那儿陷入沉思，他自己也超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。白发魔女的这段视频可真是引爆了，明星们纷纷跳出来自清，媒体也是抢着报道。赵社长被这舆论搞得手忙脚乱，只得打电话找秀贤帮忙，求他出面说个情况。秀贤二话不说就拒绝了，那彩冰就躲在秀贤家呢，他怕被记者围堵，只能躲到这儿来。
赵社长害怕白发魔女在爆料，对控制室的人下了死命令，谁都别想进控制室，好防着别再泄露照片。他还用自己的指纹解锁了监控系统，让人盯紧所有员工。监控的不光是办公室，连人家家里卫生间都有摄像头。控制室的小雪和阿乐都傻眼了。赵社长的外甥阿乐劝他这么做侵犯隐私了，结果被赵社长一把推倒。赵社长说什么代价都得保住那些照片，现在的赵社长都快疯了。这样恶劣的行为引起控制室小雪的反感，他就找到了公司那个边缘人老张，把赵社长的行径告诉了他。同时，世恩的病情突然变坏，院长急忙报告给秀贤，说这2天可能有适合的捐献者。秀贤让院长千万别放弃救治世恩。小金看到秀贤和院长在一块，断定秀贤是用世恩的病来威胁硕珠为他所用，他立马带人去抓院长。这一幕硕珠正好看见了，他赶紧去检察院跟车部长谈判。车部长故意漏了点风声给他，暗示秀贤和赵社长为了利用他，故意拖了手术时间，让世恩错过了换心脏的最佳时机，才导致病情恶化。这让硕珠信以为真，心中充满了怒火。他跟车部长达成了一个协议。硕珠回到医院，守在世恩的床边，想起秀贤过去的承诺，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痛。回公司后，他找到了老张，求老张伸出援手，不然他女儿的命就悬了。老张对赵社长的所作所为本就反感，他决定跟硕珠联手干掉周日报。秀贤一听消息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他命令小花提前开启直播，直接曝光了当年彩冰是个上了瘾的违规药品使用者，还说死去的金医生根本不是恋人，是周白报社的秀贤在背后操纵，让彩冰召开记者会，散布虚假谎言。小花还预告说，下一期会有更猛的爆料，要揭露那些表面光鲜的高官们在私人会所里不可描述的照片。赵社长看了视频怒不可遏，立刻让他外甥备份这些照片到云盘。硕珠通过窃听器听到了这一切，他心中有了一个计划。检察长老金看完白发魔女的直播，顿时吓得头皮发麻，赶紧叫车部长过来，下令要对周日报社进行搜查，还说要销毁所有照片。车部长马上把消息发给硕珠，让他趁早把报社的照片弄出来。车部长其实并不打算真销毁他们，他想凭这些照片爬到权力顶峰。而另一边，警察局局长老王得知检察院下达了搜查令，马上通风报信给赵社长，让他找人挡一挡。可老王并不是真心帮忙，他派特工队全副武装去了，表面上是帮检察院，实际上是为了把照片夺回来，以免落到检察院的手里。秀贤带着保镖阿金也来到了赵社长的办公室，劝他把所有照片都删了吧，然后从头来过。赵社长猜到了是秀贤在后面操纵，但他不愿意就此放手，声称如果没有了这些照片，他们就等着被当事人灭口吧。权力的角逐暗潮汹涌，赢家究竟会是谁？检察院与黑帮硬碰硬，特种部队带着真枪实弹加入战场，争夺的居然是那几张照片。阿乐正忙着把照片传上云，硕珠警惕地在资料室守着。小雪按老张的吩咐，电脑里植入了病毒，照片一旦上云，老张就准备动用黑客手段全数拿下。关键时刻到了，特警冲进来，断了大厦的网络，传输作业只能停止。硕珠立马猜到是特警的手段，赶紧去查个究竟。特警挡下了双方的冲突，跃入大楼，投掷烟雾弹，创造混乱。所有人员被迫集中。阿乐被赵社长命令把照片转存移动硬盘，电脑数据全数重置。硬盘到手，从密室赶往楼顶，没想到硕珠也尾随而至。赵社长手里的铁棍暗中伺机而动，硕珠挨了一棍战都站不稳了，他拼命地爬起来，和赵社长展开激烈肉搏，争斗了一番。硕珠终于将赵社长击倒，赶紧去夺硬盘。突然枪声响，硬盘被击中，对面楼顶特警瞄准了硕珠，特警正等待命令是否开枪，阿金及时出手救下了硕珠。硕珠拿着硬盘成功下了楼顶，还没走几步，赵社长像鬼魂般扑了上来，硬盘成了他们激烈争夺的焦点。赵社长一个不稳，从楼上摔了下去，生死未卜。硕珠到了门口，看见特警和记者们还在纠结，他暂时脱不开身。车部长目睹了这一幕，立即上前与特警争执。硕珠抓住机会溜了，车部长指挥人手封了周日报社，控制室里的电脑数据全被抹了。走进办公室，就看见秀贤在那儿，他立马就把他带到了检察院。夜里，硕珠准时到了约好的地方，跟车部长会合，然后把那个装着照片的硬盘交出去了。谁知道车部长当场就变脸，下令把硕珠给捉起来。一场闹剧之后，车部长手里拿到硬盘，硕珠此刻被关在检察院里。车部长得意洋洋地在那嘲笑他，可他手下的小金一查发现硬盘被子弹打穿了，那数据根本没法恢复。车部长气得七窍生烟。这时检察长老金也赶到了，居然下令放了硕珠，连医院院长也放了。车部长当场就傻眼，他精心策划的一切全部都白费了，他气得直笑。原来硕珠早就让小雪给照片备份了一份，把备份的 U 盘用口香糖粘在桌子底下。老张事后悄悄把 U 盘取走，拿着里面的照片勒索检察长老金放人。医院里的硕珠和敏静焦急地守在手术室外。不一会儿，院长从手术室出来了，告诉他们施恩手术做得很成功，硕珠终于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。他回到了周日报社，公司的股东派人过来了，只要他删掉照片库里的一个文件夹，他们就会让硕珠当报社社长。但硕珠不想再当傀儡，他要的是公司全部的股份，还有把秀贤复职。股东代表觉得硕珠提的条件太过分了，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喜欢上秀贤了。硕珠却说他对秀贤恨之入骨。最后股东们还是同意了他的条件，硕珠成了最后的大赢家。彩冰也承认自己当年在记者会上的谎言，还向之前偷拍他的国家日报记者道了歉。
这消息让硕珠的同事们都目瞪口呆。国家日报社长老罗从主编长毛那听说了硕珠的故事，知道他现在成了周日报社的社长，老罗心里那叫一个不是滋味。而世恩已经康复了，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。硕珠躲在车里，目送母女俩欢声笑语的走远，心中洋溢着满满的欣慰。他现在既有金钱也有地位，但那个曾让他家破人亡的过往始终是他的心结。他下定决心要查出是谁当年告的密。今天他请老王和老金吃饭，表达对他们帮助的感激之情，临别还给了每个人一大笔现金红包，让2位老人家对他赞不绝口。这一刻的硕珠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。他找了几个打手，对曾经的老上司长毛下手了，逼问他是谁那年向金医生透露信息的。长毛说出是国家日报的社长老罗，这让硕珠百思不得其解。他决定挖掘老罗背后的故事。敏静带着世恩去医院做定期检查，老罗却偶然找到了他们俩。他邀请敏静去国家日报上班，硕珠巧合的也来到了医院。他把敏静单独叫到一边，敏静已经明白了硕珠是清白的，他感到非常内疚，恳求硕珠留下来认识一下世恩。但硕珠的内心还没有准备好，他想再等一等。在一家酒吧里，硕珠找到了老罗，聊天中得知老罗之前得了帕金森症，他常去找金医生求医。当他无意中看到了硕珠拍的那些照片，就悄咪咪地告诉了金医生，用救助世恩的名义诱惑硕珠。没想到硕珠坚守正义拒绝了。老罗表示愿意接受硕珠的任何惩处，甚至希望硕珠能回到国家日报工作，但硕珠婉拒了。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年轻气盛的记者了。秀贤了解到硕珠在查老罗的事，他有点担心。他去了医院，找到了昏迷中的赵社长，取得了他的指纹，随后找到了做志愿者的彩冰。他说他猜到了当年金医生给他的日期其实意味着什么，那不是看病的时间，而是金医生安排高官在会所开派对的日子。赵社长也参与了其中，他把金医生的计划告诉了别人，派人将金医生灭口，还伪造了自杀的假象。彩冰一听这话，急忙警告秀贤别往下查了，不然会牵连太多人。硕珠这边也收到了老罗打来的电话，邀他回国家日报谈谈合作的事。回到那熟悉的地方，硕珠心里五味杂陈。很快他就走进了办公室，老罗直截了当跟他说，现在国家日报需要他出力，想让他去拍一组特别的照片。硕珠没直接拒绝，但心想这背后得有什么玄机吧，这可是周日报社最棘手的任务了。老罗居然让他们去捉拍市长金上的出轨绯闻，这是让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因为金上一直都是以勤勉亲民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，而且还可能是下一任总统的热门人选，大家都担心这个爆料会掀起不小的风波。就在这时，秀贤闯入会议室，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他说这些照片由国家日报来发，咱们跟拍也没问题。硕珠看到秀贤回来了，心里挺激动的。其实两人心里都喜欢对方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车部长和手下现在都被上头为难，对生活都不抱希望了。秀贤却找到了他们，告诉他们有个机会在前头。第二天，硕珠开了个常规会议，大数据调查的结果是金上的记录一尘不染。虽然围绕着不少女粉丝，但他和他妻子感情很好，这让大家都不知所措。硕珠再次找到老罗，把他们的困境说了一遍。因为金上尾巴处理得太干净了，只有之前受到侵害的女人当诱饵，才容易上钩。老罗同意了这个主意，鼓励他放手去做，还说晚上带他去个派对。彩冰很快也收到了派对邀请，他赶紧打电话告诉了秀贤。秀贤嘱咐张组长带上所有记者出动，他还坚持让硕珠加入晚上的行动。可硕珠说自己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忙，动了情的秀贤最终还是同意了。这天晚上，秀贤精心布置了一切，把所有参加派对的人清晰拍了下来。谁知道最后走进来的竟是硕珠，门卫检查了硕珠的手机，然后才让他进入。他一走进去就看到了警察老金和老王局长都在里面，他们甚至在商议怎样对付秀贤。老罗还让彩冰发布了监控视频。秀贤和他的队伍已经成了狙击手的目标，硕珠吓得说不出话。老罗赶紧跳出来说这只是个玩笑，然后把硕珠带到另一个房间，说这座别墅原来是金医生的私人会所。金医生去世后，彩冰接管了这里，他们经常在这聚会，甚至把赵社长和其他大人物都牵扯进来。老罗说他记录下了这些人最不堪的一面，并以此作为威胁，在背后操纵他们。硕珠听到这些都震惊了。老罗命令硕珠去拍金上的出轨照片给他，表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金上掌控在自己手里，绝不能让秀贤捷足先登。还告诉硕珠会有狙击手24小时盯着他，并承诺一切成功后让他回到国家日报。在他离开之前，老罗还派了受害女性美珍帮助硕珠拍照。硕珠出来后立刻给秀贤打了电话，叫他带记者们撤回。眼前这位女孩泣不成声，她声称自己被市长金上侵犯了，但秀贤立刻看穿了她的谎言。他找到硕珠询问昨晚别墅发生的事，可硕珠守口如瓶，让秀贤开始准备偷拍计划。市长金上到酒店举行调研会议，他住进了6楼的2008号房，而助理们住在3楼。前台小姐居然是美珍。金上毫无察觉，自己已经落入了周日报社的圈套。他来到房间，吃了床上的巧克力，随后开始洗漱，打开冰箱拿了瓶矿泉水解渴，但那瓶水记者们已偷偷掺了迷药，他没察觉异样，走向讨论室。秀贤则在背后指挥美珍行动。美珍脱下衣物走进浴室洗澡，
他故意留下了几缕头发，为制造两人有染的假象。计划已经顺利进行一半，但美珍不慎喝了混有迷药的水。秀贤急忙指派记者送解药给他，并让他在记者房间休息。金尚那边药效发作，困得睁不开眼，助理催他回房间休息。此时美珍仍未醒来，秀贤不得不亲自去唤醒她。金尚一回到房间就倒头大睡，记者们紧跟其后抓拍了照片。硕珠这时匆匆赶到，2名便衣警察紧随其后，他们没耽误，立即拿走了证据，然后直奔金尚的房间收集证据。金尚还在一头雾水中，老罗收到照片，脸上露出狡猾的笑，他立刻叫硕珠带着金尚来别墅见面。老罗一见金尚就开始恐吓，硕珠则把相机放在了桌上。徐组长通过硕珠的相机监控了别墅内的动静，并向车部长以及警察局长老王直播现场。老王随即给老罗打去电话，提醒他硕珠把他们的对话都直播出去了。老罗气得直咬牙，一怒之下开枪打伤了硕珠，硕珠中枪倒地生死未卜。而操纵一切的老罗终于落网，他拒不接受失败，准备将所有丑闻照片公之于网，搞个鱼死网破。然而硕珠突然抢过他的手机，原来枪内装的是空弹。特警们其实是周日报社的记者假装的，老罗这下完全懵了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车部长也紧随其后，将老罗带走，还拿到了上司老金的10张不雅照片。这下他也迎来了翻身之日。金尚也走出了别墅，他对周日报社的举动感激不尽，正是他们把这群祸害社会的恶徒一网打尽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原来是秀贤指使人把2007号的门牌换成了2008。美珍走错了房间，并不是金尚的，他喝的水里根本没下迷药，而记者给他的所谓缓解剂是安眠药。然后秀贤替代美珍去了金尚的房间，向他说明了整个情况。金尚也配合他们把计划执行到底。那些照片是小雪提前做好的合成图。就这样，老罗被法网困住了，一切终于尘埃落定。硕珠去学校看女儿的表演，演出落幕。世恩和敏静夫妇亲密无间，硕珠赶紧找地方藏起来，没想到世恩跑出来，大声叫着爸爸，还递给他一束花。硕珠心底的冰被完全融化，她激动的眼泪汪汪的，与世恩紧紧相拥。敏静和她丈夫也跟了出来，目睹了这触动心弦的一幕，心情复杂，五味杂陈。硕珠和秀贤也和好如初，两人一起飞往拉斯维加斯开会，空姐还误以为他们是蜜月夫妇呢。秀贤在旁边絮絮叨叨讲个不停，而硕珠只是笑着。最后女神还是倾心了当初的